气现身，以我之身，同之重现气现身。我叫少棠，是隐藏在都市的灵媒师，我能够与灵体沟通。这里是我的酒吧，也是灵界和人界的交界处。麻烦给我一杯冰水。小姐，天气这么冷，喝点热水吧。不，冰水。谢谢。小姐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可以和我说，说不定我会帮上什么忙。说出来，你也不会相信的。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我不会相信呢？我说，我遇到鬼了。你会相信吗？邵老板不好好工作，在这里撩妹啊？我这是在沟通顾客与商家之间的感情。来不成之。这位小姐，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的存在，所有的妖魔鬼怪都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幻想出来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也该打烊了，请回家吧。回家？不，家里有鬼。我就说嘛，这种事说出去，怎么会有人相信呢？不用管他，我信你。少棠，我警告你，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。我有我的人身自由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凭什么不让我插手？我就是不让你插，凭你欠了我5000块钱。那我还插定了。你插一下试试。试试就是。那你插呀。插。你插呀。你们。这位小姐，你不用管他，把你的事情告诉我，我或许会帮你解决的。你真的会帮我？你是什么人？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，总之我会帮你。我叫苏雨，是一家影视公司的文案。半年前，我认识了一名理发师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。1个月前，我们同居了。小雨，你头发真美。是我美还是头发美啊？你比头发还美。张扬，你会为我梳一辈子头发吗？我会为你梳一辈子的头发。
小雨，我回来了。张扬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吧。这谁的头发？还装？这屋子除了我以外，是不是还藏着其他女人啊？小雨，你在说什么？张扬，你以为你活在旧世界吗？一夫多妻，还是说我要给你纳个妾啊？小雨，我听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这是我今天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扫出来的头发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头发。你说这谁的？嗯？再想用什么理由跟我解释吗？啊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的头发，或许是这屋子的前主人留下来的。你能当我3岁小孩吗？啊？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亲自打扫的房间，绝对不会有一丝灰尘。张扬，我们才同居不到半个月，你就把人领回家了？小雨，我发誓，我真没有领人回家，我对你绝无二心。那头发怎么解释？我白天上班，谁知道你白天会做些什么？小雨，我每天都比你回家的晚，你不信，明天可以去查一下楼内监控。我白天的时候绝对没有回过家。好啊，张扬，那我明天就去查查。你怎么了，小雨？我没事。没事，早点休息。小雨，小雨，你怎么了？张扬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雨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我回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。张扬，这屋子里有鬼，有鬼啊！你看，那儿有一对女人的长头发。小雨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不是的，张扬，不是的，刚刚还有的。还有，我今天在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扫出了这么长的头发。那是你的头发吧？不是的，那根本就不是我的头发。小雨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不是的，张扬，你要相信我，这屋子里真的有鬼啊！小雨，
你到了该吃药的时间了，你快吃下。你呀，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所以疑神疑鬼的。不苦，吃吧。哎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儿，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租了一个房子，他跟我说，租的时候房东没有告诉他这是个凶宅，结果他那几天总是遇到怪事儿，比如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被挪到在地上睡着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说这房东多缺德呀！哎，那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呀，听一位高人说，这住宅呀也有仙家居住的，说他开醉了床仙，高人叫他亲自请床仙问问，然后按照床仙的指示去敬了香，才消灭下来。那怎么请床仙啊？说是躺在床上，心无杂念，呼唤床仙，床仙就会响应。这么邪乎，管用吗？听说挺管用的。高人说，这住宅呀也有仙家居住的，说他开醉了床仙，高人叫他亲自请床仙问问。以我之身，同你之灵，床仙请现身。以我之身，同你之灵，床仙请现身。就是这样的，我拼命地跑出来，我不知道跑了多久，不知道跑到哪里，跑到口干舌燥，正好看到一家酒吧，我就进来了。听你的叙述，你是请了床仙，被床仙缠上了是吧？是，他是鬼吗？床仙是一种由于特殊原因而被束缚在床上的灵体，一床
木偶等作为媒介，实现与人类的沟通。准确来说，它不是鬼。你们怎么帮我？我没答应帮你啊！哎，疼！啊，对了，我男朋友应该回家了，我担心他会遭遇不测。你别急，我陪你回家看看。你真的可以？我爷爷我爸爸那可都是天使，当年灭魑魅、除汉魃，拳打僵尸，脚踢白骨，乱葬岗上抓厉鬼，下水道里杀妖魔。我们家可是这方面的行家呀。你干什么？啊，我牙疼。忍着。谢谢你，那我们走吧。站住！你要是敢去的话，这个月的欠款可就要还利息了。小哥，你不要这么没有爱心好不好？一位伟人曾经对我们说过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。你是同志？你才是同志呢。我们走。大师，捉鬼要花多少钱啊？不要钱，不过要你身上的一件东西作为交换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的寿命。寿命？你放心，我只要你1年的寿命，你不会有什么变化的。少棠，你等一下。苏小姐，上面是我的车，你先进车里等一下，我和少棠有些话要说。好。少棠，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好吗？我也不借他的手。老周，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总之，别去犯险。老周，你为什么不听劝呢？刚好苏小姐的灵魂和你的灵魂完全匹配，为什么不试试？我是担心你的安危，要不我陪你一起去。好。放心吧，有我们在。小雨，你回来了。张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他们是……张扬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会一些驱魔方面的知识。我把事情都跟他们说了，让他们来给咱们看看屋子。小雨，我不是说了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吗？你今天的药还没吃，先把药吃了，吃了就好了。二位，挺晚的了，就不留二位喝茶了，请回吧。张扬，这屋子里真的有鬼，我没有幻觉。小雨，你别这样，你听我说。第一呢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；第二呢，只要人不怕鬼，鬼也会退避三舍的。况且，不是有我在吗？张扬，我怕那女鬼会伤害你。二位也看到了，小雨最近压力特别大，请你们不要再吓唬她了。张先生，既然我们已经来了，不妨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二位，这里是我家，如果你们还不走的话，我就会报警，告你们私闯民宅。张扬，好，我们走。周俊驰，苏小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刚刚看过了，这屋里根本没有女鬼，幻想是被我们吓走了。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可以随时联系我们。可是我总觉得很不安心。苏小姐，请您放心，我保证今天晚上一定不会有事。少棠，我们走吧。老周，听我的话，走吧。老周，那个张扬真有问题。那个张扬没有什么问题。老周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下车吧。
我已经搬到你家居住了。搬我家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人间的钱呢也不好赚呢。我搬到你家，你开不开心？张扬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？这屋子里真的有鬼。小雨，我相信你，但现在你听话，我去拿药，先把药止了。等我找好了房子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。真的吗？那你快点找房子吧，我真的不想住在这里了。好，别害怕，有我在。我去拿药，先吃药。搞定。婷婷，我的被子呢？你的被子被我拿去洗衣店了，要过好多天才能拿回来呢。那我们两个要怎么睡啊？一起睡了，难不成你要和我睡？不，你们两个大男人是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？赵婷婷，你在搞什么呀？你少堂哥跟我在一起睡会不舒服的。可是你忍心让堂堂哥一个人睡在客厅吗？外面那么冷。好啦，我要回房间了。你们两个也早点睡啊，不要出来哦。我们这怎么睡啊？就这么睡啊，反正咱们又不是没睡过。老周，说真的，咱兄弟两个多少年都没在一起睡过了，想想还真不习惯呢。要不然你去客厅吧。喂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语，叫做尽地主之谊？没听过，谁说的呀？你爸爸还是你爷爷？我倒是听过一句话，叫却之不恭。客厅，请吧。滚蛋！小雨，吃药。少棠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如果是不允许我插手，那就免谈了。少棠，这件事不是你能管的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老周，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，我怕过危险吗？少棠，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。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的事情受到伤害。老周，你八字喜庆是通灵之体，不祥之身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厄运缠身。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一定要为你延续生命。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。老周，我只想永远远远地和你在一起。少棠，可是我们已经失败过很多次了。老周，如果你真的关心我，就陪我一起。凭咱们的革命情谊，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。我就不信，我斗不过天意。好吧，相信你也能感觉到，苏雨家根本没有害人的恶灵，但的确有灵体出现过的气息。所以你怀疑害人的不是恶灵？或许灵体的气息是在提醒我们什么？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张扬说让苏雨吃一种药，或许那药才是问题的关键。药？那这么说，想要害苏雨的不是恶灵，而是张扬。糟了，那苏雨岂不是有危险？少棠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去苏雨家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走。婷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是怕少棠哥冷，我想问问需不需要？不需要。哎，少棠，等等我。那你们干什么去啊？哎，为了两个小哥哥，我真是操碎了一颗心。张扬，我吃了药之后头好晕啊。
本想让你再多活几天，没想到你去请帮手，那我就不得不让你去阴间提前报到了。这样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难道你一直在骗我？苏玉，你只不过是个容器而已。现在是时候发挥你的价值了。怎么办？没钥匙啊？这他妈就很尴尬了。少废话，穿墙而入。我们现在都有肉身，那怎么办？我自有神器。你平时没少干这事儿啊！屋里的鬼是我的女朋友美露，她绝症而死，我要让她借着你的身体复活。走！住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张扬呢？上我这跟丢了。走了，中计了。走。我们回来晚了。哥，糖糖哥，家里只有这个了。少棠，累了一晚上了，去点吧。怎么了，糖糖哥？不开心啊？这个张扬只是一个普通人，瞬间移动对于他来讲，想做到并不容易。我在追张扬的时候，张扬无法分身，但当时苏小姐就已经遇害了。或许，张扬的背后另有主谋。
喂，你好，哪位啊？俊池吗？不记得我了吗？你是？我是云溪啊，我回国了，能约你见个面吗？哥，早啊！早啊。糖糖哥还在睡觉啊？对啊，他昨晚挺累的，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你们两个昨天晚上相处的怎么样啊？哈？哎呀，你懂的呀。你个小丫头，你说你一天想脑袋里都想些什么呀？以后啊，没事别老看一些不切实际的 BL 小说和漫画，行不行？对了，云溪回来了。云溪，他找你了？嗯。等人啊？等谁啊？苏雨的事儿怎么办？苏雨的事儿暂时还没有线索。你是不想管了吧？行，你不管我管，反正苏雨的事我是界定了，你也甭管我。少棠，欢迎光临。俊池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怎么样？最近还好吗？在忙些什么呢？两位点点什么？2杯芝华士。我不喝酒，给我来杯橙汁。许久不见，口味都变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是一个人回来的吗？云洛呢？我自己一个人回来的。云洛在那边学习呢，他们的专业课业比较重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去国外之后，好像是生了一场大病，康复了吗？是啊，不过还好，卡蒂纳国那边的医疗技术比国内稍微好一些，所以我已经康复了。那真好。你交新的女朋友了吗？先结下账吧，二位，我们要打烊了。多少钱？俊池，我来好了。周先生，今天是店庆，所有饮品一律上调至5000元一杯。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呢？这是不是搞错了？少棠，你搞什么呀？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打个5折吧，2杯5000，刷卡吧。俊池，这服务没关系。你们认识？他叫少棠，是这家酒吧的老板，我们认识很久了。对了，刚刚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交女朋友了吗？周先生，给你包，2位慢用哦。允许我送你吧。没关系，俊池，我自己叫计程车就可以了。让老周送你吧，女孩子晚上一个人回去不安全。我在佳明酒店。跟我走吧，我送你。周星驰，谢谢。借我10块钱，我要叫计程车回去。一起走呗。我不打扰你们两个风花雪月，我要回家，外面怪冷的，快拿钱。我的呀，多损啊！就这么走吗？压死我了！糖糖哥，你回来了，我哥呢？哥，你哥跟前女友风流快过去了。啊？糟了，强大的对手来了，这是要拆我 CP 啊！这孰可忍，忍不可忍！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糖糖哥，你可真是大心大肺啊！小妹，我实在是佩服。面对强大的劲敌，你我应该同仇敌忾，共同进退。不行，我要给我哥打电话，让他抓紧时间回家。
俊池，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吗？云溪，你先放开我。不，我怕我一松手，你就不见了，留下来陪我好吗？云溪，你喝多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周俊池，你真的这么无情？你把我们的过去都忘了吗？我没忘。还是说，你有了新人了？是，有了新人了。你满意了吧？我真的要走了。我不，我都这么主动了，你留下来陪我一晚上吧，好吗？堂堂哥都给你准备好搓衣板了，你再不回来，今晚就出大事了。少棠吗？你们关系似乎很好。我回去了。俊池，俊池！少棠。你们都在看什么啊？哥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。哎，这拆 CP 不能忍啊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说。你和云溪都干了些什么？没干什么呀，赵婷婷，你这个学期是不是挂科了？是不是还谈了个恋爱，是个小流氓？你是不是还欠我点钱？爸爸的书房是你放火烧的吧？那个堂堂哥，我回房间看会儿书，学习使我快乐，这学习使我进步。我回屋看会儿书啊，哎。老周，少棠，你听我说。不用说了，我都懂啊。男人嘛，有点需求，饥不择食也是正常的。我和云溪没什么，有点什么又能如何呢？那是你的事，对吧？我只是送她回酒店而已，然后不用跟我讲细节。都是男人嘛，什么程序还用细说？喂，云小姐，我女朋友身上出现了尸斑，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们也不知道啊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云小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当初我们说好的。说好什么？你们不过是我的试验品而已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俊池，救我！云溪，云溪，他出事了。
害怕。没事了，你怎么了？这屋子里有鬼，我刚刚在洗澡，那鬼就出现了。他张开血盆大口朝我索命，我想打开门跑出去，可是门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。好了，我们换一家酒店吧。可是那鬼已经缠上我了，我好害怕呀。老周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绅士风度啊？云溪，跟我们回家吧，在这儿也不安全，回家最起码有我们在。来，云溪姐，快吃水果。谢谢。俊池，你真的相信我？我相信。说真的，这种事情要不是亲身经历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俊池，我该怎么办？是什么东西缠上你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要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一闭上眼，就是感觉我自己被什么东西绑住了。那个东西还跟我说话，我一睁开眼睛又什么都看不到。俊池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好怕呀，我实在是不敢一个人睡了。云溪姐，多吃水果，少说话。你看你这么瘦，多吃点啊。要不今晚我住客厅吧，云溪和老周，你们两个要不要叙叙旧？那怎么能行？云溪姐还是和我睡吧，正好我也想听听你和我哥的恋爱史呢。可是，要不还是我住客厅吧？没事儿，云溪姐还是和我睡吧。那妖怪晚上要是来找你怎么办？放心，我长得辟邪。那方便吗？绝对方便，绝对辟邪。那好吧。你想干什么？云小姐，我希望你能解决一下我女朋友的身体问题，不然的话，我可是知道很多你的底细。你不要再烦我了，你信不信我会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？听云小姐这句话的意思，恐怕你现在也是自身难保吧？你……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让她活下去。她活不下去，你也别想活。云溪姐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渴了，想出来喝点水。哦，我屋子里就有水啊。我想顺便再去趟洗手间。那你去完了吗？还没。婷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也要去洗手间。那你去完了吗？去完了。那就好，那我去了。少棠，你替我办一件事，办成了，我就把你女朋友的灵魂放到下一个容器里。我怎么信？信不信随你。成交。云溪姐，哎，婷婷，早啊！叫你哥他们去吃早餐吧，快来吃吧。你真是太好了，他们两个特能睡懒觉，每天都睡到很晚才起呢，每天都饿着我。我去叫火哥。吃饭了，哥。
老周，你看看云溪多贤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不知道珍惜。要是我早把太大叫娶回家了。一大早上话这么多，老周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跟我学什么啊？好。哥，我今天啥也不想吃，就想吃狗粮。俊池，你今天能再陪我去趟酒店吗？我有些东西昨晚没带出来。可以。谢谢。来吃早饭了。云溪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老周吧，他就这样。哎，你们谈过恋爱，你应该知道，他每天都是这么一副性冷淡的样子，但是人还是不错的。他呢，穷二代；你呢，海归。你们俩简直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想，俊池现在心里已经有别的人了吧？别闹，我跟他天天在一起。我跟你爆个料啊，他都好几年没有那方面的生活了。少棠，我这还有一把你塞给我的欠条呢，我奉劝你不要话太多。你看看，他还不让我说。老周，停车！我看见张扬了。你确定你没看错？你确定你没看错？他这个人少根筋，肯定又看错了。走吧。我肯定没看错。老周，你怎么这么怼我呢？没怼你，你就是怼我了。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追张扬。你打算这么追出去吗？你先陪云溪回酒店，我开车去追张扬。云溪，你都拿什么呀？云溪。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糖糖哥！啊，富强民主爱国和平友善，爱国敬业和保佑阿弥陀佛！我糖糖哥快点醒过来！糖糖哥，快点醒过来！保佑阿弥陀佛！我糖糖哥快点醒过来！糖糖哥，快点醒过来！甜甜，你怎么也被抓过来了？你们醒了。你果然没安好心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少棠，你说你哪点好呢？值得周俊池对你爱护有加，还有你赵婷婷，你明明是他继母的妹妹，而我对他那么好，他却一点回应都没有。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，却连我想要的都得不到，而你们轻易的就拥有了？这不公平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就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了。我想要你的这具身体，我想要成为你。成为别人，你永远都是别人的替代品。即便拥有了一切，也始终不是你的。况且，你以为全世界就你活得最痛苦吗？也许有些时候，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，才有着更加不为人知的痛苦。成为你姐姐。
你开心了吗？看着他曾经拥有的一切，你是不是更加嫉妒，更加愤恨了？你早就识破我了。好啊，少棠，我现在就成为你，这样的话，我就能和俊池天天在一起了。喝下它，它就会吞噬你的灵魂，到时候，你这具身体就归我。你别伤害他，你有本事冲我来！伤害一个小兽女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冲老娘开炮！你闭嘴！糖糖哥，快醒醒！糖糖哥，你快醒醒！糖糖哥，你快醒醒！糖糖哥，你醒醒！糖糖哥。俊池，你爱我吗？你说话啊，俊池！你看看眼前的我，你还记得这个爱你如命的云溪吗？俊池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好吗？云洛，别装了。俊池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听不懂。云小姐，该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好笑！我要兑现什么承诺？我好像并不认识你啊！识相的，赶快滚！云洛，云溪可是你亲姐姐啊，做自己难道不好吗？周俊池，你很聪明吗？这么快就识破我了？是你破绽太多了。周俊池，你看我的脸和我姐姐的一模一样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对待姐姐那样对待我呢？你最大的破绽，就是误会了我和你姐姐的感情。我和你姐姐是挚友，而非情侣。你说你没看过婷婷看的那本漫画，可那种类型的漫画，恰恰是你姐姐推荐给婷婷的。你以为自己成为了云溪，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云溪。你姐姐，是你害死的吧？哼，你都知道了。没错，是我害死的。她从小就是家里的小公主，亲人朋友间的宠儿。明明我们长着一张极为相似的脸，可没有人会关注到我。我从小就是姐姐的附属品，我过够了，姐姐有什么，我就要有什么，包括得到你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是个活死人，拥有一切的代价这么大，值得吗？云洛，快把少棠和婷婷放了。晚了，你恐怕再也见不到少棠了。我为他吃下了药，现在他的灵魂在一点一点的被吞噬，很快我就可以拥有他的身体了。你始终不是少棠，也始终不会得到你想得到的。周君池，你别说了，就算我得不到我想要的，我也不会让少棠得到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过得那么好，而我什么也得不到？这不公平！你以为少棠过得很好吗？他是灵媒师，他会活得很久很久，一直活下去。他不快乐，因为他在拥有无限生命的同时，也失去了人类最珍贵的时间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少棠死。云洛，我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妖魔还是鬼怪，
你要是敢伤害少棠和婷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少棠被你藏哪了？你说。他被我困在结界里等死呢。好没好，婷婷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，婷婷？我咬不开。张扬，你这个叛徒！是你先违反契约的，现在苏雨的身体已经开始恶臭了，是你害惨了我们。没有我，美露一样会死。他得的可是绝症，他就该死。那这么说你也该死，你占据着你姐姐的身体，你早就是个活死人了。你看看你脸上的尸斑，已经产生排异反应了。怎么办？这应该是个结界，我们被困在结界里了。那我们怎么出去啊？别急，这点小事难不倒我，我带你出去。少棠，你怎么从结界里出来了？云溪，你太低估我和老周了。你难道以为我们是普通人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知道我和老周是什么身份吗？我们可是灵媒师。你的药对我没用，谁都跑不掉。老周。我们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命运的安排。少棠，下辈子见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！这么没有眼力劲儿呢！我要扫地，起来点。啊，好疼啊！我才轻轻的踢了一下而已。可是我的脚受到震荡，直接传导给我的后背和心脏了。你，我现在可是伤员，别忘了我这都是为谁受了伤。给我倒水。行，你很厉害。老爷，请喝水。好好干啊，干好了有奖励。我不干了，我要上班去了。不许去。老爷，小的还要养家糊口呢，放过小的吧。我不放。凭毛听你的？我还就不干了呢。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！你就装吧你。没装啊，真没装。哎呦，老周，你要干什么？孤男寡男共处一室，我还能干什么？你这是在玩火。哎呦，大骗子！对我有非分之想的时候就不痛了，对吧？我要上班去了。
看来是时候让我出马了。喂，婷婷。堂堂哥，我个被一群不认识的人抓走了。什么？他们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他们说要见你，见不到你的话就抽走我哥的寿命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老周，老周，老周！少棠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老爸，有没有受伤啊？赵婷婷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废物！小哥，不用没有这么呸！我爷爷我爸爸那可都是天师，当年灭魑魅除旱魃，拳打僵尸脚踢白鬼，下水道乱葬岗上抓厉鬼，下水道里杀妖魔。经历10年的折磨，我们又遇见了。我想为你写一首歌，记录曾经的迷惑，经历过的一切，都是你成长的痛苦，伤悲会磨练坚强的自我，幸福快乐总会围绕着你我。我们一起走过的路，我们彼此渡过的河，心酸无助，痛苦快乐，无法去诉说。我们经历过的生活，都会默默沉淀你我，无时无刻分分合合，我都会陪你一起走过。开始。我们一起走过的路，我们彼此渡过的河，心酸无助，痛苦快乐，无法去诉说。我们经历过的生活，都会默默沉淀你我，无时无刻分分合合，我都会陪你一起走过。我们一起走过的路，我们一起渡过的河。少棠，老周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陪着你，一起走过，一直走下去。